熬到了周末休息，终于可以躺着看剧，但是看在家里好像又该做点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天。挺过了一周的工作，却又在周末要面对清洁，打工人的生活实在是不易。今天我在这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周末清洁时必不可少的工具——戴森吸尘器和卡特拖地机。首先声明，这个视频我没有得到任何的赞助，我倒是希望戴森妈妈和卡特爸爸来赞助我，所以这完全是我的个人使用体验。说到吸尘器，那戴森一定是榜上有名。我个人对戴森这个品牌也是非常有好感的。我之前已经做过一期视频，是介绍家里买的戴森的冷暖风扇。那在吸尘器方面，我是在17年购入的戴森 V6， 当时的价格是496澳元，约合人民币2480元。现在其实这款吸尘器在市面上你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已经是一款很旧的产品了。所以在同样的价格，你已经可以买到一款更先进的戴森吸尘器了。这期视频呢，我也不会讨论硬核的技术，而是侧重在实际的用户体验，因此适用于整条戴森无尘吸尘器产品线。对于不那么熟悉戴森吸尘器的小伙伴，我在这里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系列的产品。它其实是由尘杆、主机，包括尘筒、马达、滤网和多个吸头组成。4年前，当我退役掉有线吸尘器，换成无绳的戴森时，就一个词能形容自己的感受：真香。使用过有线产品的你，一定能体会到拖着一根线是有多么的烦人。这里暗搓搓的吐槽一下苹果的 HomePod， 这也是我一直还在坚守我古老的 BOSS 无线音箱的原因。无绳就表示家里的犄角旮旯，你想吸哪里就吸哪里，伸不进去没问题，拔下棍子直接连上吸头，搞定。我在网上会看到很多视频博主会测评不同吸尘器的吸力，我理解多一点吸力的参数能显得测评更硬核些，但其实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测评其实不太感冒。当买一个像戴森这样大品牌的吸尘器的时候，我对于它预设的期望就是它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吸尘做好。比如我买索尼相机的时候，就不会担心它能不能拍出来一张好照片。哪个真正做家务的人会去考虑吸尘器的吸力参数是多少呢？我们只会在乎它是不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帮我们比较舒服的把家打扫干净。我家地板每周做一次清洁， V6 4年使用下来，吸力完全可以胜任，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换掉它。而且它有个 Max 键可以增强吸力，实在有搞不定的角落就切换到这个模式。当然啦，我对最新的戴森吸尘器产品也是充满了兴趣，特别是看到 V12 可以用激光照出面前的微尘，看起来非常酷。但是当看到价格的时候，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打工人，我也只能按住自己的钱包忍忍了。那我在选购吸尘器的时候会注重哪些点呢？其中一个就是外观。因为我的家不大，所以储物空间非常有限，吸尘器因此在我家也是摆在客厅的。我自然希望它能和家中别的家具融入，在不使用的时候甚至能够作为一个不错的装饰品。这一点我觉得戴森做到了。其次就是人体工程学，让我做家务的时候不会很快就觉得疲惫。刚买戴森的时候，它良好的设计甚至让我有一点小期待每次做清洁。当然啦，这几年下来我已经没有了刚买时候的新鲜感了，但是我和它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清洁时几乎不用弯腰，所以吸完家里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累。第三的话就是能否满足我的多方面需求，因为我家里既有地板又有地毯，而戴森既有专给地板的软柔吸头，也有专给地毯的毛刷头，这是当时很吸引我的一个点。此外，它额外配有了别的刷头，我购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会有这些需求，但在生活场景中真的遇到了。比如说它配备的可以吸沙发或者被褥的吸头，以及可以拿来吸缝隙处的小吸头。在这里不得不夸一下戴森设计团队的细心，这些设计都在无形中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配得上他们家工程师说的我们专门解决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我还想聊一聊戴森的电池，这是戴森一直被诟病的一个点，但有一说一，对我来说它完全没有给我造成困扰，可能是因为我家太小了的原因。那它是否就是完美的呢？对我来说，戴森这款吸尘器最大的槽点其实也是它的创新点，不脏手尘筒。在它的广告介绍里，只需要一键就能把里面的灰尘全部都清到干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并没有那么美好。其一是在清倒灰尘的过程中，灰尘会扬起，造成2次污染，我每次倒的时候甚至还会被灰尘呛得喷嚏不断。另外，因为头发的缠绕，真实的家庭灰尘并没有那么容易爽快的倒出来，很多时候我都需要戴着个手套把灰尘抠出来。说实话，这也倒没有很麻烦，但是就是没有它广告中演示的那么完美。不过戴森从 V8、V10 就一直对它的尘筒进行改进，
我也很好奇现在的戴森到底有没有达到不脏手的程度。有在使用新款戴森的小伙伴，请评论或者弹幕给我解答一下吧。说了那么多了，我们就用戴森开始清洁吧。相比英国的戴森，德国的卡赫可能就没有那么为大众所熟知了。其实，戴森建立于1991年，今年只有30年的历史，而卡赫建立于1935年，距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了。卡赫是德国一家专门生产清洁设备和清洁系统的家族企业。吸尘之后的拖地，我使用的就是在19年购买的卡赫 FC3 无线自清洁擦地机，当时的价格是358.2澳元，约合人民币1791元。卡赫好像一直没有更新这款产品，现在购买的话，在澳洲价格其实还有一点点涨价。不过搜了一下国内的价格，好像便宜了好几百块。这款产品和戴森吸尘器类似，都是无线的设计，由铝合金的机身、可拆卸的拖地头组成。机身正面有一个3级电量显示，背面则是一个可拆卸的用来装干净水的360毫升的水箱。打开拖地头可以看到可拆卸的140毫升的收集脏水的水箱和2个也是可拆卸的滚刷。作为一个电动拖把，只要一开机，滚刷就开始滚动，拖地的人不需要弯腰，跟着拖把走就可以完成拖地。卡赫 FC3 分离的水箱其实是吸引我购买它的主要原因。机器的拖把头会将拖过地的污水刮入污水箱，这样就能使拖地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干净的水在擦地，避免2次污染。因而我们不像在使用传统的手动拖把拖地时，需要一遍遍的清洗拖把头。那它到底能把家里拖干净吗？我个人的感觉是拖得很干净的，当然我也不想设计什么实验来严谨的对比是不是比人擦得更干净，或者和别的品牌比怎么样。刚刚聊戴森的时候我已经提到，我不是卡赫或者戴森的工程师，这些测试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公司的工程师需要考虑或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花了钱的用户，我想要的只是良好的主观体验。这里还想聊几个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卡赫 FC3 的几个点。先说说喜欢的点吧。第一个就是它很轻， FC3 的官方手感重量是 0.8千克，我在实际使用下来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如果你稍微了解卡赫这个品牌的擦地机，你可能会知道它有一款 FC5 是吸尘和擦地一体的，但是它的官方手感有 1.7千克，让我担心会不会做清洁的时候会觉得很累。而且后来我也确实看到有很多评价说 FC5 用久了就会觉得很重。由于使用体验是我在选择工具时的很重大的一个考量，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FC3。不过呢，最近我也看到卡赫推出了一款吸拖一体，并且还配备有4个拖地头的 FC7， 而且尽管功能更强大了，但是卡赫的工程师却通过巧妙的设计把手感控制在了1000克，这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第二是它的外观，卡赫擦地机我也是直接把它摆放在客厅里的，通过它赠送的收纳底座可以轻巧的站立，放在客厅不但不突兀，和戴森并排放在一起还增加了一些科技感。第三是它自身的清洁，拿擦地机擦完了家里，这时候就需要考虑擦地机自身的清洁了。其实我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也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买回来了之后才知道卡赫 FC3 的自身清洁是这么的方便，也算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它的拖把头的外壳和污水箱可以直接拆下来，用水龙头冲干净晾干，而更妙的是它的滚刷也是可以直接拆下来放进洗衣机里清洗的，这样使得清洁工作又减少了一步，实在是太符合我这样的懒人的心意了。那我对于它不太满意的点就是它的电池了，这一点和戴森其实类似，由于是无线设计，又要考虑到自身的手感重量，所以它的电池并不尽如人意。即使是对于我这种小户型，它的电池也只能算是刚刚足够。如果你的家是豪宅的话，那还是考虑一下卡赫新出的 FC7 吧。官方称续航时间从20分钟增加到了60分钟。如果这样你都觉得不够用的话，那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开始拖地。
好了，这周清洁做完了，我的周末清洁工具也和你们分享了。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你在周末是怎么做清洁的呢？你有什么特别顺手的工具，希望可以推荐给大家呢？非常欢迎你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我的频道会每周更新各类科技产品的体验，或者我的一些生活观点分享。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啦。我是小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